你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共读时光。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，题目是《种草》。我们带一点草回去种好吗？带孩子去爬山的时候，他好几次提出了这样的要求。最近住在乡下，每天黄昏的时候，如果天气好，我总会和孩子到后山去走走，偶尔也到山下去看农人的稻田，走过泥土坚实的田埂，看着秋天的星河在微风中生长。对于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，看到乡下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，尤其看到没有看到过的东西。有一次我们在田埂上走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们带一些稻子回去种好吗？”为什么呢？因为稻子长大，我们就不必买米了，要煮饭的时候自己摘来煮就好了。孩子充满期盼地说，就仿佛自己种的稻子已经长成。要种在哪里呢？我说，我们家不是有很多空花盆吗？把稻子种在里面就行了呀。我只好告诉他，种稻子是很艰难的工作，可不比种一般的盆景，要有一定的水土，还要非常耐心的照顾，我们是无法在花盆里种稻子的。那么我们种牵牛花吧，牵牛花也很美。孩子说。有一次我们就摘了很多牵牛花的藤蔓，回去种在花盆，可惜不久后就都枯萎了。孩子很纳闷，说：“为什么在野外它们长得那么好，我们每天浇水，它们反而长不出来呢？”后来我们挖了一些醋酱草回家，醋酱草很快就长得很茂盛，可惜过了花期，开不出紫色的小花。我对孩子说，等到明年，这些醋酱草就会开出很美丽的花。在孩子的眼里，什么都是美丽的，连山上的野草也不例外。我们第一次上山的时候，他简直惊叹极了。即使是夏秋之交，山上的野草也十分繁盛，就好像是春天一样。尤其是在夕阳之下，微风之中，每一株小草都仿佛是在金黄色的舞台上跳舞。它们是那么苗条而坚韧，以一种睥睨的态势看着脚下的世界。从远处看，野草连成一片，像丝绒一般柔软而温暖。孩子看着这些草，禁不住出神地说：“爸爸，我们带一点草回去种好吗？”听到这句话时，我略微一震。种草，对一个出生在农家的我来说，这是多么新奇而带点荒唐的想法。我们在田野里唯恐除草不尽，就是在花盆里也常常把草拔除，可这孩子居然想到种一盆草。孩子看我无动于衷，用力拉我的手，说：“爸爸，你不觉得草也和花一样美吗？如果能种一盆草放在阳台，它就好像在山上一样。”孩子的话立刻使我想到自己的粗鄙。花草本身没有美丑，只因为我心里有了区别，才觉草不如花。若我能把观点回到赤子，草不也是大地的孩子，和一切的花同样美丽吗？于是我说：“好吧，我们来种一盆草。”种草就不必像种花那么费事，
我们在山上采草茎上成熟的种子，草种通常十分细小，像是海边的沙子，可是因为数量很多，一下子就采了一口袋。回到家里，我们把一些曾种过花而死去的空花盆找来，一把把的草种撒在上面，浇一点水，工程很快就完成了。孩子高兴得要命，他的快乐比起从花市里买花回来种还要大得多。1星期后，每一个花盆都长出细细绒绒的草尖，没有经过风沙的小草有一种纯净的淡绿，犹如透明的绿水晶，而且株株头角峥嵘，一点也不扭捏作态，理直气壮地来面对这个与他的祖先完全不同的人世。孩子天天都去看他亲手植种的绿草，那草很快地长满整个花盆，比阳台上的任何一盆花都要茂盛。我们有时把草端到屋内的桌上，看起来真的一点也不比名花逊色。看着一盆盆的野草，我有时会想起我们这些从乡野移居到城市讨生活的人，尽管我们适应了盆里的生活，其实并未改变来自乡野的姿色。而所有的都市人，他们或他们的祖先，不都是来自乡野吗？只是有的人成了名花，忘记自己的所在罢了。这样想时，常使我有一种深深的慨叹。所有的名花都曾是乡野的小草，即使是最珍贵的兰花，也是从高山谷地移植而来。而那名不闻世的野草，如果我们有清明的心来看，不也和名花无殊吗？自然的本身是平等无二的，在乡野的山谷，我们看见了自然的宏伟，在小小的花盆里，不也充满了生命的神奇吗？感谢您一同度过今天的共读时光，咱们下期继续。